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这2天来台南雾山头水库风景区旅行，第一站造访八田雨衣纪念园区。这边早期是1920年雾山头水库兴建的时候，当时兴建的给工程人员住的宿舍。当时总共兴建了68栋宿舍，提供234户工程人员居住。这些早期兴建的日式宿舍，随着时间都已经消失。后来这里成立八田雨衣纪念园区，有修复了4栋日式宿舍，那还有一些附属的建筑。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参观。这是园区入口。要参观八田雨衣纪念园区，必须先购买雾山头水库风景区的门票。那因为我们是住宿在风景区里面的饭店，所以是不用买门票就可以进来的。前面那边是修复的4栋日式宿舍，其中1栋是八田仔。这是防空洞，这是2次大战期间工人员躲避空袭使用的防空壕。前面最左侧的那一栋是田中及四川仔，那正前方这栋是八田仔，那再过去还有2栋是内窟仔、阿布仔。这边有2栋附属建筑，应该是纪念品及餐厅吧。那我就从前面最左侧那栋建筑开始参观。这是第1栋田中及四川仔，这是修复前的田中及四川仔，非常的破旧。这栋建筑是双拼型日式建筑，可以提供2户家庭居住。当时负责机械方面的技师四川胜次及田中一一就是住在这里。战后成为水利会课长级居住的宿舍。这栋建筑目前正在标租中，结标日期115年9月21日下午2点。所以有兴趣的厂商可以考虑来投标。那目前没有开放。房屋的后面还有小小的庭园。对面有一整排的红砖墙，那边都是废弃的宿舍区。接下来我要参观隔壁栋，这是八田仔。这是修复前的八田仔残基，当时房子都已经消失了。这是八田仔，八田仔属于独栋型建筑，为当年八田雨衣技师之住所。建筑的基本空间形式与隔壁的赤窟仔相似，而西边因配合职卫生等而增建的阳间为八田技师的书房，这是唯一与其他住宅不同之处。我先参观这一间，这是八田雨衣的画像。这是1935年8月八田技师全家福。设于台北信町馆前庭。然后这个才是那个西汉的那里，我在猜他们古是在这里开会吗？这里是八田雨衣的书房，这里有八田雨衣的妻子八田外代树的雕像。
二次大战期间，八田与一受到军方征召，前往菲律宾调查农业资源。那后来他搭乘的轮船被美军的潜艇击中，因而在1942年5月8日遇难。他的妻子外代树则是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，而被面临遣返日本的命运。所以1945年9月1日，外代树就在乌山头水库的取水口投水自尽。后来八田与一夫妇就被合葬于乌山头水库的北眼附近，就是现在的八田与一纪念铜像的后方。这间是主要的起居室。那前面就是我刚进来的玄关及入口。这是大洋丸的模型。1942年5月8日，当时八田与一就是搭乘大洋丸，遭到美军潜艇击沉而遇难。当时包含八田与一，总共有817名人员殉难。后方的庭园，这个水池的形状就是台湾岛的形状。我现在继续参观隔壁的内窟仔。内窟仔在隔壁，不过这边的庭园还有雕像。这是八田外代树夫人雕像。这栋是次窟仔。它的建筑格局与八田与一住宿的宿舍格局是一样。这是修复前的次窟仔，应配合活动场地借用，所以次窟仔不对外开放参观。那我就只能在墙外拍摄建筑物的外观了。旁边这里是第4栋阿布仔，这是修复前的阿布仔。我在台湾看过很多日式建筑，目前的处境都是这个样子，非常的残破。阿布仔属于独栋型建筑。是演提系长阿布增寿的宿舍。阿布是后来接任八田技师职位，担任出张所所长。阿布是离职之后，本建筑一度作为俱乐部使用。这栋建筑不像其他的独栋建筑拥有洋式房间，其室内空间皆为和室，属于独栋建筑的基础原型。可惜今天阿布仔没有开放给游客参观。这边2栋附属建筑，左侧是餐饮纪念品店，右侧是多媒体展示馆。嘉南大圳开工满100周年主题展。嘉南大圳开工于1920年，1930年完工。开放时间到中午12点，现在11点46分。
竹圳岁月光囊。这里有当时新建乌山头水库的一些老照片。设备走跳了一段时间，反而有请我们委员的哥哥进安菜桃有第3种林立哪一种的话，日本话。委员哈讲了这么多。竹圳的血泪。来，日本会要求你要去日本名字，我已经替你想好3个日本名字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能短暂的参观。那明天也没办法进来参观了，因为明天是八田雨衣纪念园区的休馆日。多媒体展示馆对面这一栋是游客服务中心。这也是贩卖部。哦，是贩卖部。今天有出租给那个人家拍摄那个影集的剧组。哦。所以我们目前只有小范围的营业。这里现在已经不是游客中心，而是委外经营的贩卖部。我们已经参观完我们这次乌山头水库之旅的第1个行程——八田雨衣纪念园区。那我们第1站的行程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